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28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来自安踏的天际一代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最早的时候呢，我一时错手，没有看清尺码就购买了，买了一双42码的。到了之后想也没有想，直接把防盗扣就给拆掉了。上脚一穿，发现咋有点小呢？一看居然买错码了。后来我尝试着穿着薄袜子穿它打球，但是打了5分钟之后就有点吃不消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再买一双42.5了。这两个配色，你觉得哪一个更好看一些呢？我觉得这个橙色和紫色的会稍微好看一点，这个蓝色的就莫名的有一种廉价的感觉。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尼龙材质，加上后跟处小面积的皮质材料组合而成。球鞋外侧的双层鞋面一直从鞋头处延伸至了球鞋的内侧，并且搭载了在 ZUP ONE 身上表现出色的 Harness Line 系带系统。中底也是使用了全掌的氮气缓震科技，配置方面绝对是对得起它现在300多的价格的。但是虽然它在纸面实力方面好像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在实战的体验方面表现并不是这样。我们还是老样子，从下往上来说一说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大底，在大底方面，球鞋使用了大面积的圆弧形纹路，在干净的场地上面，它的抓地表现是非常出色的。但是，一旦场地上面有灰尘，它的抓地力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，并且灰尘会牢牢地粘在上面，用手去擦拭鞋底也很难擦除。好在它所使用的大底橡胶在硬度方面是比较硬的，虽然并没有使用水泥克星，但是在硬度计的测试下，硬度依旧有70左右。拿它用来打外场比打内场更加合适一些，并且还算比较低廉的价格，即使你想用它来打水泥地也问题不大。而在中底的结构跟 ZUP ONE 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同样使用了全掌的氮气，同样在外侧有大面积的 TPU 包围，同样在中底位置有2层抗扭材料进行强度方面的升级。但是这一双鞋在中底的体验方面跟 ZUP ONE 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。天际一代的全掌氮气调教比 ZUP ONE 软很多，一上脚就能明显感觉到中底的柔软，但是当你开始跑动之后，你就能感觉到它中底的缓震极限是并不高的，一脚就能够踩穿，并且这种偏软的中底调教，它只在外侧做了 TPU 的加强，就导致了它在力线方面的控制是没有办法做到位的。球鞋的中底力线明显是往内侧偏移的，大家也不是第一次看测评了，应该都知道球鞋力线的不正对于足部的健康意味着什么。所以这一类的鞋款，我一般都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购买的。当然，它在中底方面的缺陷我还没有说完，就是它中底的抗扭件。ZUP ONE 的中底 TPU 件是延伸至前掌的，能够提供给球鞋不错的中底滚动感。但是这一双鞋的中底 TPU 并没有延伸至前掌，再加上它在足弓位置处的抬起以及中间位置这2块双层 TPU 的面积都不算小，导致它在跑动的过程中，它的前后掌会有脱节的感觉存在，跑动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好，不怎么丝滑。好在鞋面方面的表现还算不错，大面积的尼龙材质鞋面在强度方面是有保证的，再加上球鞋外侧有着大面积的 TPU 件加持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牢牢地兜住你的双脚。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，不过由于球鞋鞋面的延展性几乎为0，还是更加适合正常脚型以及脚型略微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。如果你的脚型偏宽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你先去试穿一下，再决定是否要购买。如果脚型合适，它是可以提供给你非常不错的包裹体验的。脚在鞋内基本上没有多余的空间，能够非常好的贴合住你的双脚。不过它在脚踝处的锁定并不是特别好，由于球鞋的内衬材料比较偏滑，即使把鞋带系得很紧，依旧会感觉到这一双鞋有那么一点点不跟脚的感觉，并且因为球鞋的中底缓震材料比较软，穿这一双鞋的时候，脚在鞋内虽然并不会出现横向的位移，但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纵向的位移。再加上它中底双层 TPU 片的加持，这一双鞋的中底刚性是比较高的，在跑动的过程中，由于内衬偏滑，它的鞋面有点带不起来它的中底，导致球鞋总有那么一点点不跟脚的感觉。球鞋的中底一直无法很好的贴合住你的足弓，在发力突破的时候，你的足弓
弓会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，再加上它偏软的中底缓震材料，如果穿着时间久了，能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在足弓处的疲惫感。除了在足弓支撑方面略有不足之外，它在其他部位的支撑抗扭表现是没有问题的。侧向支撑我之前也已经说过了，它的表现是出色的，双层的中底 TPU 键也让它在整体的鞋身刚性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，在后跟内部也有着港宝的加持，在后跟处的支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完全 OK， 宽大的大底面积加上它前后掌都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外扩设计，球鞋的中底重心也比较低，并且它的力线还是略微有一点往内侧偏移的。穿这一双鞋在实战的过程中，脚底下还是非常放心的，不管做什么动作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。而在重量方面，它的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，单支42.5码的重量是400克，出色的包裹以及合理的重量布置，让它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也完全可以接受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低级。这一双鞋虽然在整体的配置以及结构方面跟我之前评价非常不错的 Z Up One 是非常相似的，但是在实战的体验方面表现明显比不上 Z Up One。这一双鞋偏软的中底调教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败笔，就因为中底材料过软，导致它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。虽然现在二级市场上面的售价它比 Z Up One 要低个100多，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咬咬牙买 Z Up One， 不要选择这一个鞋款。虽然配置啊、结构啊是相似的，但是两者的体验差距是比较大的，并且这两双鞋之间在穿着体验方面的差距，比他们在价格方面的差距要更大一些。那具体要选择哪一个鞋款，我相信你们应该有了属于你们自己的答案。那如果你还是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双鞋我选择42.5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亚当球鞋，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